大家好，欢迎来到嘉兴科技改变生活，我是嘉兴。想靠 AI 写工具，却被门槛劝退。这期视频，嘉兴帮你把这笔账算清楚。现在的 AI 编程领域 ，Cursor 和 Cloud Code 确实火，但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痛点也是真的扎心。看看这张图，简直是编程圈的扎心对话语录。对方在那儿拼命的秀肌肉，我模型强，我价格灵活，我还有桌面的 app。Codex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把对方直接干沉默，我不分号。这里完全可以借用金庸老爷子《倚天屠龙记》中九阴真经的口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这句经典语录来形容 Codex。接下来我会从下面这几个点进行讲解，哪怕你是刚入门的小白用户，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也能够完全看懂。Codex 是 OpenAI 官方出品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理解你的需求，能够帮你写代码、跑命令、调 bug， 提供了4种运行模式。如果说你是在大陆内通过 VPN 来安装的话，那么 VPN 最好开启退模式。有时候开启全局模式的话，终端窗口不会覆盖到，所以必须开启退模式。先来看一下预装的环境要求。第一个是先安装 Node 还有 Git。如果说你已经安装过的话，可以直接跳过这块的步骤，先复制这一行命令，检查一下电脑上有没有安装，打开一个终端窗口，把命令复制过来，点击回车。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如果没有安装过的用户，可以跟着我接下来的步骤进行操作。通过 NVM 来安装 Node，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装多个 Node 的版本，通过 NVM 来管理 Node 的版本，官方也是推荐这么安装的。打开官方链接的地址。如果你不想通过终端命令行的窗口来进行安装的话，你也可以下载对应的系统的安装包。这块选择系统，这块选择对应的安装包，然后点击下载即可。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粘贴到终端窗口，点击回车。安装的速度取决于你的网络环境，也就5秒钟就安装好了。然后继续复制下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为了让 shell 脚本重启一下，如果说你不想用这行命令的话，也可以把终端窗口关闭掉，然后重新打开，这个时候就相当于 shell 命令被重新刷新了。然后继续安装 Node， 我安装的是24版本的 Node， 我们验证一下 Node-V 验证一下，我这边安装完成了。然后再验证一下 npm， 因为 npm 命令是安装 Node 的时候自带的，一般安装了 Node 之后 npm 也就被安装成功了。然后接下来是 Git 的安装，假如你是 Linux 系统或者是 WSL2 系统的话，直接通过上面的命令来安装。我这边是 macOS 系统，所以通过下面的命令。安装好了，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git-version， 证明版本2已经对了，安装成功了。如果说你还是不想通过命令行安装的话，这边也有安装包，根据你的系统下载对应的安装包安装即可。Git 安装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些命令全部复制过来，按回车再验证一下，这个时候你的环境就搭好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 Codex 的安装了。这个看起来像个黑客用的黑窗口，虽然有门槛，但是它是干活最利索的，适合命令行党，主打一个在黑窗口里掌握全局。先来安装 CLI 命令行工具。这里在安装 CLI 之前，先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用户，想装 CLI， 最好的话是先装一个 WSL 环境。安装的话也非常简单，直接在 shell 当中运行以下的命令，然后重启电脑即可。接着我们来安装 Codex CLI， 下面有2种方式供大家安装，一种是通过 npm 的方式安装，一种是通过 brew 的方式来安装。我选择第一个，复制命令，粘贴到终端窗口，点回车。然后我们通过这行命令来验证一下。
显示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大家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一行命令没有输出下面版本号的信息的话，大家可以优先排查自己安装的 Node.js 或者是网络情况。接下来是桌面端的安装，这是我推荐给90%的小白的选择，有图形界面，支持 macOS 和 Windows， 适合不想跟终端互相折磨的人，不用记命令，不用看黑窗口，非常的直观。直接点开这个链接就会跳到官网的下载链接，直接点击下载即可。如果你是 Windows 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下载，这个链接是直接跳转到微软商店的。下载好之后，打开软件安装程序，把 Codex App 拖到应用程序当中就能安装了。接着是云端版本，打开浏览器就能够使用，不用装任何的东西。出差临时借用别人电脑改个代码，随开随用。由于访问云端版本的话，需要连接你的 GitHub， 所以这块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接着是 IDE 插件的版本，这是给天天写代码的朋友准备的，直接装在了 VS Code 或者是 Cursor 等 IDE 编辑器里。写代码写到一半卡住了，它能够直接读取当前上下文，帮你补全逻辑，不用切换窗口，复制粘贴，效果最高。直接在 IDE 编辑器里头就可以下载，或者从官网的下载链接下载，点进来找到对应的软件自己下载即可。我用的是 Cursor 代码编辑器，在 Cursor 当中点击右上角的应用商店搜索 Codex， 一定要认准是 OpenAI 的，然后点击安装。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如果大家没有安装过的话，是类似于这样的，然后直接点击安装就行。安装完成之后就会在已安装的列表当中显示。总结一下，怕麻烦求直观选 App， 要专业干活重选 CLI， 临时改没环境用网页，天天写重深度用插件。接下来讲解如何使用。首先是在 CLI 中使用，先启动 Codex， 复制这行命令，打开终端窗口。到了这块的话，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话是通过 ChatGPT 的账号来登录的。第一个是直接通过网页版的授权，第二个的话是通过你的手机端然后进行授权。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ChatGPT 的账号，并且开通了 Plus 或者 Pro 会员的话，建议你通过这两个方式来登录。假如说你没有买过 ChatGPT 的会员，你可以通过 API-Key 的方式来访问。我没有给我的 ChatGPT 账号充过会员，所以的话我选择第三个，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头两个是什么样的。然后它就会跳到一个网页授权的窗口，网页授权窗口当中会让你登录你的 ChatGPT 的账号。我这边使用谷歌来登录。当你点进来之后，就会发现这块有坑了，因为它需要进行电话号码来验证。由于我当时注册 ChatGPT 账号的时候填写的电话是中国的电话号码，会提示你输入的电话号码无效。前两天我通过授权的时候还不需要通过电话号码来验证，这两天开始就严格了。所以这块大家如果没有 ChatGPT 的会员，或者是没有绑定过非中国的手机号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第三个吧。这里直接退出，然后重新进来，选择第三个，可以先随便输入几个，后续步骤来验证。提示你是否信任该文件目录，选择是，在这里头你就可以和它聊天了。这块默认的模型是用的 GTP 的 5.5， 由于我们刚才没有给它配置账号的授权信息，这块你和它聊天的话会返回失败。如果大家是通过官方授权的方式要登录的话，有可能会报这样的错误。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错误的话，直接重新登录即可，通过这个命令退出账号然后再登录，或者直接通过 login 命令来登录就可。如果你想使用官方的 API-Key 的话，直接点进去就会跳转到 ChatGPT 官方生成 API-Key 的页面，直接点击生成 API-Key， 然后起一个名字，然后点击创建。下面是 Codex 的常用命令，
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打开终端，然后点斜杠，这斜杠下面就是它的所有的命令，想用哪个直接选择就行，后面是对命令的详细解释。我们先把 API-Key 配置上，不然的话后面用起来太麻烦了。我这里是通过 CC Switch 的方式来接入国产模型。先打开这个链接，在右面这块有个 Releases 的版本，可以点进去，这里找到对应的系统的软件包的版本。你可以通过刚才下载软件包的方式来安装，也可以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安装。复制这行命令，新开一个终端窗口，把命令复制过来，直接运行。由于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提示我无法再安装了。我先把软件卸载了，然后再进行安装。这个时候就安装好了。打开 CC Switch， 点击打开。这个界面很清爽，提供了 Cloud 的、OpenAI 的、Gemini 的、小龙虾的、Code 的、赫尔墨斯的。我现在用的是 OpenAI 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一个，然后点击一个添加。如果说你选择的大模型供应商这块有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相应的即可。如果说这下面找不到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定义。由于我配置的是 DeepSeek， 这下面没有，所以我选择自定义。名称的话自己随便起一个都行，然后备注可以不用填，官方链接也可以不用填。如果说你这些你都不知道怎么填的话，还可以教大家另一种方式，点击返回按钮，点击 Cloud Code。 一般 Cloud Code 的话给的官方的适配的比较多，你可以通过这里头然后找一个，比如说我是 DeepSeek， 你点击 DeepSeek， 然后到了下面，然后比如说官网地址，你把这个就可以复制过去，请求地址是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复制过去，然后点击添加。到了这块的话 CC Switch 其实才完成了第一步。如果你是接入国外的模型的话，按我刚才的操作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要是接入国内模型的话，其实还有个最大的问题。由于 Codex 使用的是 Response API， 而大部分国内的模型还提供的是 Chat Completion API， 所以的话就会出现相互调用不兼容的情况。解决办法也很好办，通过一个中转站，然后做一个中转即可。进入这个项目，先来看一下基本的原理。通过 Codex 的 CLI 先访问到 Codex 的 Bridge， 然后再去访问大模型。中间 Bridge 相当于做了一个适配层，它的接口之间的 API 相互不兼容，所以没法直接通过 Codex 调用各个大模型。这个只是做参数的适配中转，官方也不会有分号的风险。我们先把这个项目克隆下来，如果说看英文大家比较费劲，也可以点到中文的文档，把这个复制下来，打开终端窗口，把命令复制过来，点击回车，这个时候命令就复制下来了。我们可以解读一下这行命令是在干啥。第一行命令是先把项目拉到本地，第二行命令是进入到这个项目目录下，第三个是 copy 一下这个文件，然后复制出来一个.env 的文件。我们可以 ls 一下查看一下。如果你通过命令行窗口看着不直观的话，你也可以打开访达，进入这个项目下。因为这个 env 文件是一个隐藏文件，需要显示的话，我们可以把显示打开，找到.env 这个文件，选择文档编辑器，打开了之后，配置这两个东西，把这个 K 复制过来，然后进行查找，把后面这块替换成48位的一个随机码，复制括号里面的这个命令，然后打开终端窗口，把命令复制过来，点击回车，把这个48位的随机码复制下来，替换到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是下面这个 K，在文档当中找到，把等号后面的这个替换成你相应的大模型的 K 就行。我这边已经新建了一个 DeepSeek 的 K， 我把这个 K 直接复制下来，然后保存。这个时候.env 文件就配置好了。
点 env 文件配置好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一份命令复制下来，然后打开 CC Switch， 点击刚才你配置好的配置文件，点击编辑，翻到最下面，把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替换成刚才的。接下来再把健全密钥配置好，先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把这个全部都替换掉，这块会显示报错，我们把格式调整一下，把引号里头的内容替换成你刚才编辑的点 env 文件下 ausk 后面等号里头的所有内容，复制下来，粘贴过来，然后点击保存，启用配置项，然后再打开刚刚你运行 Codex 的终端窗口 ，Ctrl 加 D 退出 Codex， 然后再重新登录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模型已经切换成了 DeepSeek V4。这时发现它还连接不成功，因为我们的代理是没有启动。把启动代理的这行命令复制下来，打开一个终端窗口，这个终端窗口和刚才启动 Codex 的终端窗口最好是分开，然后把这行命令复制过来，这时我们本地的代理就跑起来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已经回复我们了，并且代理上也有相应的信息在输出。配置好模型之后，我们试着用 Codex 来开发一个小项目。我现在想开发一个以前80年代玩过的一个小游戏，比如说是超级玛丽，让 Codex 帮我们开发，全程我一行代码都不敲。我先新建一个 Minigame Lab 文件夹，然后命名格式的话，一定要用这种叉烧肉的方式来命名，这种是做项目命名的一个最标准的格式。大家一定不要用下划线的方式，或者空格的方式，或者驼峰的方式，这样的话显得不专业。我们把路径复制下来，然后在 Codex 聊天窗口进入刚才复制的路径。进入这个路径之后，然后我告诉他用 Python 帮我开发一个类似于超级玛丽的游戏，越简单越好。他就会开始创建。他问我们是否需要安装 Pygame， 选一是，继续选是。大概花了1-2分钟，他告诉我们游戏已经创建好了，放在了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并且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游戏来怎么操作。我们来试着运行一下，把这行命令复制下来，新开一个终端窗口，复制下来，点击确认。我们可以点空格运行一下。虽然简单，但是基本上也是可玩的。打开 DeepSeek API-Key 的管理页面，我这边 DeepSeek 账户里面本身是有10块钱的人民币的余额，开发了一个这个小游戏，大概花了6分钱，消耗量还是很少的。毕竟 DeepSeek 是公认的价格便宜。大家如果想对 DeepSeek 有了解的，可以看我这期视频。我们可以进入刚刚开发的小游戏的目录文件夹下，其实里面就一个 Python 的一个文件。我们要打开它的话，可以借助 cursor 来打开，这样的话更直观。点击文件，打开，选择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面写了大概哪些内容。虽然比较简单吧，但是基本上能够运行。干这种前端的这个工作还是得用 Node.js， 只是通过这个项目来验证一下 Codex 可以帮我们干这些活儿。当然这个只是最入门的， Codex 最大的好处还是管理整个项目。你会发现它不像 ChatGPT 只给你吐一堆的字符，它是真的在你的文件夹里刷刷刷的创建文件，写代码逻辑，写完后它甚至会贴心的问你要不要直接运行试试。当你看到那个小游戏在屏幕上跑起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真正的跨过了 AI 编程的门槛。不用懂代码，会说人话就行。既然下载了 Codex 的桌面版，我们怎么能不用了？我们把它打开。这块的话你就随便填就行，是什么就选什么，也可以不填。关闭，点击跳过，可以继续使用。点击设置里头，
因为这块我们是通过 API-Key 的密钥登录的，没有通过官方的方式登录，所以这块是不显示账号信息的，插件现在也是不显示的。有可能大家下载的软件打开之后是英文版本的，我们可以点击设置，点击第一个选项常规，往下翻，这块有个语言设置，这块是自动选择，你可以选成中文。我们把刚才新建的超级玛丽的项目导进来，点击使用现有的文件夹，选择打开。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API-Key 的方式登录的 Codex， 所以这块对话的话它没有给我带过来。正常如果说我们通过 ChatGPT 官方账号的形式登录的话，刚才你在 CLI 命令行窗口上和他聊的所有的内容对话在这块都可以显示进来。我们在聊天窗口当中让他把这个项目改成 Node 项目，是选择第二个。提示我们调用 MCP 出错了，这个不是我们这期视频要讲的东西，不过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演示。我们直接把这个目录打开，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刚才 Python 的只有这2个文件，但是现在多了 Node 的这么多的文件。打开 Publish 里面有个 index.html， 直接双击打开，在这里头它就是重构好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把你的项目关联到云端的 GitHub 仓库。先进入到项目目录下，然后运行 git init 初始化项目目录。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的项目目录下，运行 git init， 提示你这个目录已经被初始化。在网页上打开你的 GitHub， 登录你的账号，点击 repository， 新建一个和你文件夹同名的项目文件。我这边已经建好了，新建的步骤也很简单，进来之后点击 new， 起一个名字，下面什么都不需要管，点击创建即可。由于我这边已经建好这个目录文件了，所以这块显示重名了。建好之后点进来，它下面就提示你需要用到哪些命令，我们把这一行命令先复制下来，粘贴到终端窗口，再把这个命令复制过去，运行，切换到主分支上，我们再运行下面命令，然后把这个项目目录提交到远程仓库。它提示你推送失败，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目录文件夹下，它认为啥东西都没有，还没有梦分支，所以我们没法提交上去。我们先运行 git add， 后面加个点，运行 git commit -m， 后面加个引号，引号里面是要输入你这次提交的描述，这次是初始化了，写 init， 它就会把你这目录下的所有东西全部都存到暂存区。这个时候你再切到主分支上，再运行 git push， 这时就提示成功了。我们说一下刚才用到的几个命令从哪儿来的。官方这块文件夹上打开都有，你看先初始化一个，它这块是添加了一个说明文档，然后把这个说明文档进行了提交，切到了慢分支，添加远程 Git 仓库，进行代码的 push。 由于我这边已经绑定过 GitHub 的登录授权了，所以直接就提交成功了。大家如果第一次关联的话，是会中间出来一个关联绑定的一个授权窗口，我再带着大家演示一下。在访答中打开点 SSH 目录文件夹，点 SSH 目录文件夹也是隐藏的，需要通过 Command 加 Shift 再加点显示出来。进来之后，这2个就是 GitHub 的公钥和私钥的文件夹，你可以把这2个文件夹删掉。当我们把公钥和密钥从你的点 SSH 文件夹里头删掉的时候，下次你再通过 git 命令在提交代码的时候，就需要你再进行登录，所以我们需要先通过这一行代码来生成公钥和私钥，和 GitHub 进行一个绑定。把命令复制下来，粘贴到终端窗口，我把引号里头的内容全部替换成你的 GitHub 的邮箱账号，然后提示你是否在这个文件夹下保存 K， 直接回车就行，中间啥都不要输入。输入你的 GitHub 的密码，再次输入。这块输入密码的时候它是不显示的，你只要输入正确，然后点回车就行。
这个时候就提示你生成了。我们再打开 SSH 文件夹，发现有这2个文件了。这个是你的私钥，一定不要暴露给别人。这个是你的公钥。把这个文件通过记事本的方式打开，打开之后把里面的内容全选，复制下来，再回到 GitHub 的官网，点击右上角你的头像，选择设置，从左侧找到 SSH， 点击，选择右上角的 New SSH Key， 名字的话随便起一个，把你刚才的 Key 输入进来，记得后面空格一定要去掉， S 前面也一定不要留空格，然后点击添加 SSH Key， 需要用邮箱来进行一下验证，点击验证。打开 GitHub 发给你的邮件，里面会有验证码，把验证码复制过来，这个时候就给你添加好了。然后再回到终端窗口，这个时候再 push 你的代码，提示 push 成功了。这时你电脑上的项目就和远程的 GitHub 项目进行了一个绑定。GitHub 配置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云端版 Codex 来操作你刚才的项目了。我们打开这个链接，打开之后翻到下面有一个连接 GitHub， 点击继续，点击授权。进入云端页面之后，我们如何关联刚才的 GitHub 项目呢？点击选择代码仓库，选择在 GitHub 上配置代码仓库。如果你是自己用的话，可以关联所有的项目，也可以单独的关联某一个项目。我这边选择关联刚刚的小游戏，点击授权。这是一份调查问卷，你也可以填，也可以点跳过，点击继续。左下角这块就显示到你刚才关联到的 GitHub 项目了，我们就可以在这块直接操作了。你们直接问他这是个什么项目，点进来之后可以查看它所有的相关日志。本身这个项目其实也不大，由于 Node.js 里面导了一大堆的包，所以它分析起来比较慢，我们把它停止了。把这个对话停止之后，我们在本地的访答当中把文件打开，我们只保留上面 Python 的代码，把下面 JS 的代码全部都删除掉，然后在终端窗口重新给它提交一下，再 git push。这个时候再回到 GitHub 网站，然后刷新一下，发现 Node 的代码全部都删除了。我们再回到 ChatGPT 上，我们再问他这个项目是干啥的，再来看一下它的处理速度。这个时候就跑得快了，因为你项目里头也就一个文件，所以它读起来就特别快，大概花了53秒钟。这告你所做的一个马里奥小游戏。学会了写小游戏，接下来咱们聊聊怎么让 Codex 真正的能够听懂你的项目规范，帮你干那些复杂的脏活、累活。我们可以在根目录下新建一个 agent 配置文件，先打开 Cursor 编辑器，新建一个名字，打开之后把我这段代码命令全部都复制粘贴进来，点击保存。这份文件它相当于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项目文件说明书，里面会规定一些项目说明，包括开发规范、交互偏好，还有 code 的特定配置，你也可以往里头加别的设定。这是我写的一份很入门的一份文档，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用。这样的话，后期通过 Codex 再和聊天，它帮你写代码、跑命令的时候就会更符合你的规范。接着再说一下 Codex 的一个使用场景。第一个的话是代码重构，刚才也带大家演示过了，通过 Python 然后转换成了 Node 的代码。第二个是单元测试，第三个是修复 bug， 最后一个是代码审查。代码审查的话，我们刚才在云端上也进行 review 过了，它能够帮你看懂一个项目。由于时长的原因，我在这块就不带大家演示写单元测试和修 bug 了。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Codex 的安全模式。它的安全模式有3种。默认的安全模式是只帮你阅读代码，它不会帮你写代码，也不会帮你改代码。第二个是自动审查，
自动审查的话，它会帮你看代码，看完代码给你之后给你提建议，提完建议之后由你来做确认，如果你确认了之后，它才会帮你改代码。然后是完全访问的权限，这个权限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高，它相当于是你把所有的文件代码权限全部都放给他，比如说你让他写一个文件，开发个代码，他直接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直接去改代码。当然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不建议你开下面的2个模式，直接开默认权限即可。如果说你已经用得很熟练了，并且知道风险了，你可以逐级往上调它的权限。国内拉模型的话，我带大家演示的是接入的 DeepSeek， 大家也可以接入别的，自己探索就行。和 DeepSeek 接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方式都教给大家了，大家按照我上面的步骤直接复刻就行。最后再来说一下常见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我这块说的都是我自己遇到过最常见的。第一个是网络问题，刚才也提到过了。大家如果是在国内通过 VPN 访问的话，一定要开启盾模式。我这块还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安装 Codex CLI 命令的时候报错了，原因是由于我的电脑的 Brave 程序版本和 Codex 的版本不一致，所以导致了这个错误。本身这个错误其实也不影响后面的 Codex 的安装，有下面2种解决办法。第一种方式是你直接强制跳过即可，因为它本身也不影响你的使用。第二种方式，直接把你本地的 Brave 软件升级一下即可。最常见的是登录失败的问题，我这边就遇到过了2次。问题表现就是我在终端窗口上输入了登录命令，它会跳转到浏览器上，在浏览器上点击了授权之后，它一直卡在了授权窗口，跳不回我的终端页面。解决办法的话，第一种就是你先检查你的网络，因为你本身就是通过 VPN 访问的，所以是否是你的 VPN 掉了，或者是网络卡了。第二种的话就是浏览器的缓存，你把浏览器的缓存清了之后再试一下，或者使用无痕浏览器。第三种的话，你直接跳过网页这种授权，然后通过 API 的方式来访问。第4种的话，你就直接退出，然后再重新登录试一下。一般这4种方式都能够帮你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Codex 相关的命令我找不到，意思就是我的 Codex 已经安装成功了，但是我的 Codex 命令不能用。实际上显示安装成功了，其实它没有安装成功。你直接重新卸载之后重新安装就行。最近嘉兴做过调查，发现好多兄弟的 ChatGPT 账号也遭到了封号大潮。排查下来，基本全踩了2个大坑，要么是用购买的虚拟邮箱注册的批量号，要么就是找了不靠谱的代充，用了虚拟的 U 卡。选工具最怕的就是人还在，号没了。而 Codex 的优势就在于这种极致的生存能力和退路，它不像 Cloud 限制的那么死，它是真正的多模态大融合。你正规注册充值的账号能够稳稳的入场，万一你倒霉踩了虚拟邮箱或者是代充的坑被封了号， Codex 还能够无缝切换国内的大模型继续干活，绝对不会让你手头的代码项目直接瘫痪。核心能力上，它搭载的是2026年最新的 GPT 5.5， 能够听懂人话，更能够进文件夹帮你干活。干净的 Plus 用户能够直接省下一笔订阅费，账号有风险的兄弟也能够无缝接入国内的模型，主打一个狡兔3窟，勤俭持家。最后我们要摆正心态， Codex 虽然强，但它不是甩手归台，它最适合处理那些重复性高、逻辑性清晰的小任务，比如修个报错，给代码补个注释。如果你想让它一次性直接变出一个类似于淘宝的网站，那简直是不现实。从小任务开始磨合，你会发现它会越用越顺手。好了，这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嘉兴，带你用科技改变生活。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还遇到了什么奇怪的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大家可以给我点赞关注一下，我们下期见。